道家识人术不看相不问卦，只看这一点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？有的人一见面就特别喜欢展示自己的能力，有的人特别喜欢讲大道理，还有的人总是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。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他真实的样子，可道家却告诉我们一句完全相反的话：识人要反过来看。真正会识人的人不一定会看面相，也不一定会算命，更不会着急给别人下结论，他们只是静静地观察一个人，看看他身上什么东西特别多。为什么？因为道家认为一个人过度表现的地方，往往就是他内心最匮乏的地方。一个人越缺什么，就越容易在什么地方用力。这里有几句道家流传的识人智慧：道不足的人多术，德不足的人多欲，气不足的人多识，神不足的人多眠，信不足的人多言，威不足的人多怒，爱不足的人多情。短短7句话，却几乎把人性的弱点说透了。首先咱们来看第一句：道不足的人多术。什么叫道？什么叫术？道是方向，是规律，是做人做事的根本；术是技巧，是方法，是解决问题的工具。现在很多人喜欢研究各种成功秘籍、赚钱技巧、流量密码、管理套路，今天学这个课程，明天买那个训练营，总觉得只要掌握了一个秘诀就能改变人生。技巧当然重要，但真正决定一个人高度的永远不是技巧，而是方向。如果方向错了，技巧越高，可能错得越远。一个真正有道的人，并不会天天炫耀自己的方法，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方法都是为道服务的。就像盖房子，再好的装修也建立在稳固的地基之上。如果地基出了问题，再漂亮的房子也经不起风雨。所以道家告诉我们，不要沉迷于术，而要先求道。第二句：德不足的人多欲。欲望本身并不可怕，人有欲望才会努力，才会进步，是不是？真正可怕的是一个人的欲望没有边界，什么都想得到，什么都舍不得。看到别人赚钱，自己也想赚钱；看到别人成功，自己也想复制；看到别人拥有的，自己一定要拥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德不够。这里说的德不是道德，更是一种承载能力。一个人的德行越厚，越知道什么该争，什么不该争，什么属于自己，什么不属于自己。而他懂得，也懂得节制。而德薄的人永远觉得不够，财富不够，地位不够，名声不够，关注不够，于是欲望越来越大，内心却越来越空。第三句：气不足的人多识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第一反应是不是吃的多不好呀？其实道家说的不是饭量哈，而是精神状态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很多人在压力大的时候会不停的吃东西，工作累了点杯奶茶，心情不好了吃顿火锅，无聊了再来点零食。真正填饱的不是肚子，而是我们的情绪。因为气不足，内在没有力量，只能不断的向外去索取安慰。真正气足的人，精神稳定，情绪平和，不需要靠不断去满足口腹之欲来获得短暂的快乐。所以道家讲养气，其实也是在养心。第四句：神不足的人多眠。这里的神不是神仙哈，而是人的精神。有的人一天睡10几个小时，醒来还是觉得累。为什么？因为消耗他的不是身体，而是内耗。每天担心未来，后悔过去，害怕失败，焦虑人际关系。身体虽然躺在床上，可是大脑一直没有休息呀。真正神足的人未必睡得最多，但醒来以后眼里有光，心里有方向。所以一个人的疲惫很多时候不是缺觉，而是缺少精神力量。第5句：信不足的人多言。真正值得信赖的人通常话都不多，因为他说出口的话一定会做到。反而那些没有信用的人总喜欢不停的解释，不停的保证，相信我，这次一定，我绝对不会骗你。越害怕别人不相信，就越喜欢用语言去证明。可是道家认为，真正建立信任的从来不是嘴，而是行动。古人说，轻诺必寡信。承诺越轻易，说出来的话越多，别人反而越不会相信。真正可靠的人往往把时间花在做事上，而不是解释上。第6句：微不足的人多怒。这一句现实中最常见，有些领导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，
有些父母孩子犯一点错就大声呵斥，他们真的有威严吗？真的有吗？未必吧。真正有威严的人很少需要发火，因为别人尊重的是他的人格、能力和担当，而不是他的声音大小。越是缺乏掌控力的人，越喜欢用愤怒来掩饰自己的无力。所以怒很多时候不是力量，而是虚弱。真正的强者不需要靠脾气证明自己。最后一句也是最值得深思的一句，爱不足的人多情。很多人会把多情理解成浪漫，其实道家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有些人不断开始新的感情，不断寻找新的陪伴，总觉得下一段关系会更幸福。可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别人不够好，而是自己的内心一直没有被填满。真正被爱滋养过的人，内心是安定的，他不会不停向别人去索取关注，也不会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而是一个长期缺乏安全感的人，反而容易在不同的人身上寻找同一种温暖。所以多情有的时候不是爱的太多，而是内心太空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规律，这些话并不是说让我们拿去判断别人，更不是说让我们给别人去贴个标签，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任何一句话都不能套在所有人身上。有人话多是性格开朗，有人睡得多是身体需要，有人学习很多技巧，也可能是在认真钻研。道家的这些话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真正要照见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自己。当你发现自己特别执着于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在意？为什么我非要得到它呢？是不是因为我内心正好缺少了这一部分？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忙着研究别人，而是不断修正自己。识人是智慧，识己才是修行。所以道家最高明的识人术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话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能够了解别人是一种能力，能够看清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也许很多道理年轻的时候听过，却觉得不过如此，直到经历了生活的起伏，经历了得失聚散，人情冷暖，才会发现其实曾经觉得普通的话，其实早已经藏着人生最深刻的答案。所以古人才会感慨，年少不听道，听懂已是道中人。当有一天你开始学会反省自己，而不是着急评判别人，学会修养自己的心，而不是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真正的识人术从来不是看穿别人，而是看透自己。因为一个人内心越来越丰盈的时候，眼里看到的也将是越来越广阔的人生。